健壮的身体，要不是你守着青云宗信物不放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无极，你怎么醒了？我传输了，成为那个被养父和兄长用秦如烟做局陷害，不仅灵根仙源被夺走，最后连性命都没保住的炮灰男配无极。这就是来陷害我的，确实不错啊。无极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小畜生，你敢动？你还是人吗？无畅啊，你想要青云宗的入门信物？哼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直说了，立刻把青云宗的入门信物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危机，激活我比你强一点系统。检测到敌人修为退凡4层，修为已提升至退凡5层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，你取死有道。灵气灌体，退凡5层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挖了你的灵根，你怎么可能退凡5层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你就是一个废物，你怎么可能是退凡5层高手？你一定是在虚张声势！只要动起手来，你立马就会原形毕露！给老子去死！弱者的质疑与犬吠无异，区退凡4层，谁给你的勇气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干死你啊！你不能这样做，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来了呀，也得躺。你别过来！无极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无极，我也是被逼迫的，你别杀我！如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杀你啊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杀了多可惜啊！我要杀了你们！你轻点儿！哎呀，大哥，谢谢你。我很喜欢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爹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杀了你们！这混账！哟，这是哪阵风，把我们吴老爷吹到这小破地方来了？你个孽畜！老夫养你10几年，从未亏待你，你竟敢对畅儿下此毒手，就是这么报答养育之恩的吗？养育之恩，他无畅见我得了仙缘，便设计害我性命。我只是废他4肢，留他性命已是留了情面。怎么，吴老爷，我要束手就擒，任他宰割？哼！你是我吴家养子，你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吴家给的，包括你仙缘灵根，都是我吴家财产。畅儿想要随时可取，你若是反抗，便是大逆不道。见过不要脸的，但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侠恩图报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吴老爷，在下佩服呀！检测到敌人退凡7层，修为已提升至退凡8层。这怎么可能？退凡8层？寻常世家子弟苦修10年，也未必能到退凡5层。你一个被挖了灵根的废物，这肯定是假的！井底之蛙也敢语天，可笑至极！哼，你不过是靠什么邪术才撑起来的威势？休想唬住老夫！给我死！你！果然是父子，都是这么自以为是。
没想到你小子藏得这么深，那今天就更留不得你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匕首吹毛断发，还有剧毒，你竟然用2根手指夹！无趣。无缘，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差距了吗？晴儿，之前是为父糊涂，错怪了你。只要你不杀我，吴家便以你为主，家族的商铺、矿脉、修炼资源全由你支配，你看如何？你觉得我会信你这套鬼话？晴儿，为父是真心的。你想想，以你的天赋，再加上吴家的资源，别说是炼气境，就算是筑基境，也不是遥不可及呀！给我仙缘挖我灵根，老东西，你倒是给我一个饶你的理由！求你放过我！别怕，黄泉路上走慢的，等等你儿子。本座青云宗外门长老陈烨。青云宗入门令牌在谁手上？青云宗信物在此。退凡8层，根基却比寻常炼气初期还扎实，是块好料子。最重要的是模样生得周整，比宗门里那些歪瓜裂枣强多了。跟我走吧，小家伙，随本座去青云宗参加入门试炼。若你成了我青云弟子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七哥，带上我，我可以为你洗衣做饭，为奴为婢。也不错。长老，晚辈可否带个婢女一同入青云宗啊？可以，我青云宗弟子都可带一名侍从。不过，你要是没能通过宗门试炼，这位姑娘就要被其他弟子挑去做奴婢哦。无妨，若我吴起都不能通过这青云试炼，那这世上便没人能通过了。狂妄！你不过区区退凡8层，连炼气境的门槛都没摸到，竟敢说出这般大言不惭的话，你也不怕闪了舌头？哎呀，既然觉得我狂妄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就赌这入门试炼上，我能不能力压所有参与者，拿下第1？你说什么？拿下试炼第1？师傅，徒儿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般狂妄之人，求师傅准允徒儿跟他赌这一局，也好让他知道人外有人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谢师傅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吹牛皮的本事，能不能让你拿下试炼第1。既然是赌，咱们总要有彩头吧。若我拿不下第1，我甘愿与你为奴10年；若是我拿到了，你给我做10年侍女如何呀？你说什么？让我当你侍女？废话少说，我就问你敢不敢？哼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区区一个退凡8层，也敢妄言拿下试炼第1？你输了可别赖账。有意思，好久没见这么有冲劲的小辈了。那本座也来添个彩头。这储物袋可是本座花了整整50块灵石，如果你们谁赢了，本长老就赏给谁。谢陈长老。既然如此，便随我回宗门吧。长老，还请稍等片刻，待我处理完私事。等等，饶我一命！我在府中还藏有秘宝，可以助你陷入顺遂啊！我知大道，何须外物？晴儿，求你饶我一命！18年，不过是把我当工具罢了。肃静，今日是我青云宗招新的日子，不过想真正成为青云宗弟子也没那么容易。此乃我宗门长老用秘法炼制的傀儡，有退凡巅峰实力，尔等与之对战，坚持5招不败者则入外门，坚持20招不败者入内门。那若是击败他呢？那可直接成为核心弟子。多谢，那我便
当仁不让了。真是笑话！青云试炼施行千年，击败秘法傀儡者仅3人，就凭你，也敢妄谈击败？弱者的质疑，在强者眼中，与犬吠无异。你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。青云试炼现在开始，众弟子凭号牌有序上场。不合格，下一位。这秘法傀儡还算有点意思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晚了，你就等着给我当10年奴仆吧。但是在我眼中，他依旧是土鸡瓦口罢了。看好了，今天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萧衍，坚持30招，可为内门弟子。谢大师姐。看呆了吧？等会儿希望你能撑过10招，免得你连外门弟子都进不了，那以后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下一位，吴起。小吴起，你可要加油呀！若是打败了那个傀儡，长老我可不是那吝啬的人儿。长老，您呀，就瞧好吧。检测到敌人退凡巅峰，修为已提升至炼气1层。在我眼里啊，这秘法傀儡出招就像是慢动作一般，连碰到我的可能性都没有。这第1名我拿定。吴起，你难道只会躲吗？好啊，那便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什么？他竟然1招秒了退凡巅峰的秘法傀儡！果然，实力才是嚣张的本钱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他肯定是作弊了。大师姐，青云宗传承1000年，击败秘法傀儡的历来只有3位仙人，而且都是艰难取胜。而这吴起1招就将其击败，他肯定是作弊了。说得对，青云宗收徒弟只收18岁以下的。这吴起再怎么厉害，也不可能18岁就达到炼气境。请大师姐严查，断不可让此舞弊之徒混入我青云宗。请大师姐严查，请大师姐严查，请大师姐严查。他们说你舞弊，你没有什么要向他们解释的吗？你没有什么要向他们解释的吗？小帅哥，我可是很相信你的哟。师傅，你别相信他，万一他真有这样的实力，那徒弟我不就成了他的侍女了吗？没事，大不了我跟小吴起商量商量，让你白天来当我徒弟，晚上去给他当侍女。师傅，你快想想办法。解释？我吴起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嚣张，你也得有嚣张的本事才行。既然不愿解释，那就拿出你嚣张的本事，战胜他。刘星，这不合规矩，这是新弟子的入门考验。你把秘法傀儡的实力提升到炼气境，这谁能过得去？陈长老，我才是宗门招新的主考，要做什么，你没有资格指指点点。陈长老不必担忧，这秘法傀儡不过炼气1层罢了，我翻掌即灭。我翻掌即灭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呀，就瞧好吧。还在嚣张？我看他根本就不知道炼气大修意味着什么。说不定他还真能击败炼气的秘法傀儡呢。不可能，他若是能击败炼气境的傀儡，我倒立把屎给吃了。哼，炼气期秘法傀儡嘛，有点意思。
来吧，让我瞧瞧你的厉害！呀！它飞行，它练气了，它飞了，天地空飞行了。徒儿啊，看来这次你是真的要输他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和炼气期傀儡打得有来有回？这不应该是被一招碾压吗？秘法傀儡还没有输，武器肯定是强弩之末，他一定会败。应该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徒儿啊，看来这次你是真的要输他了。怎么可能？现在我能入青云宗了吗？当然。小道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100块下品灵石是宗门给予你的奖励，至于储物袋里的术法秘籍，是我对你增加试炼难度的补偿。那就不客气了。恭喜师兄取得青云试炼第1名，日后必将突破筑基，闯出赫赫威名。想来是不会跟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一般计较的吧？长得丑，想得到还挺美啊！这一下是为了警告你们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别人好歹替自己求饶了，让我愿意手下留情。那你呢？吴奇啊，打伤同门是违反宗规，你莫不是想被逐出宗门？吴奇啊，打伤同门是违反宗规，你莫不是想被逐出宗门？陈长老，请问有这个规矩吗？有，不过若是以下犯上，以退凡冒犯炼气，那炼气期修士可随意处置，只要不死不废，怎么处置都可以。那就多谢陈长老。不，你不能动我哥是萧炎，他可是亲传弟子，让我哥知道了，他饶不了你。萧炎，莫不是这方世界的天命主角萧炎？他此时还在青云宗？原来你听说过我哥，那你应该知道我哥睚眦必报，趁现在给我跪下磕2个响头，让我心情好一点，我还能让我哥饶你一条命。否则的话，你是怎么觉得我会怕你哥的？这几下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这一臂啊，是为了教育你，别再以下犯上。准备去哪儿啊，我的小侍女？准备去哪儿啊，我的小侍女？主人，请喝茶。大点声，听不见。主人，请喝茶。好了，算你过关。小吴起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如何？哟，陈长老，这是想为你的徒弟开脱呀？那倒不是，修仙者最看重誓言，如若违背誓言，轻则大道动摇，重则性命不保。我自然是不想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哦，那陈长老是什么意思？可否折中一下？白天让他跟着我一起修行，晚上让他来你这儿当侍女。如此一来的话，既能不违背誓言，又能助长修行，岂不美哉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自然是不会让你白答应的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何物？师傅，这是你寻来炼制筑基丹的灵物之一，怎么能给他人？灵儿，为师根基受损，突破筑基期百不存一，还不如用这颗珠子来助你仙途顺遂。这珠子很是不错，但我不需要。我若筑基，便是天道筑基，何须用这筑基丹
来毁我自身的根基。好伟大的志向！既然如此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说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你。你混蛋！我年纪都够当你奶奶了。哎呀，修仙者年纪越大，味道越纯嘛。流氓！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修炼去了啊。我虽有气头傍身，谁来挑战我的修为就会提升。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乏越境挑战的天才，小说中的天命主角萧炎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故而修炼法术是必须的，光有修为，没有与之配套的术法，那就跟在街上裸奔一样无力。那柳青给的搬山术，我已修炼成功，如今的我已有搬山之力。怎么回事？我记起来了，青云宗的地底有一把绝世仙剑，当年萧炎选择加入青云宗，是为了这柄仙剑。这今天一想，肯定是那柄仙剑的封印松动了。看来这次我有机会从天命主角手里虎口夺食了。野帝，你知道这柄剑是什么等级吗？这莫非是上品灵器？错，若只是上等灵器，怎能让我甘心在这青云宗苦挨3年，修为止步于炼气7层？这莫非是灵宝？这莫非是灵宝？这要是灵宝，那不是天佑我萧家？哎，野帝，你也太小瞧大哥了，也太小瞧这柄剑了。此乃昔年道祖佩剑，先天至宝，天玄剑。道祖佩剑，此等之宝怎会流落到沧州，还藏在如此不知名的小宗门青云宗里？那为兄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既然被我发现，那就是我的机缘了。哈哈。对了，野帝，你别看这东西在天玄剑旁边毫不起眼，但它其实是极品灵髓，不仅能治好你的断臂，还能让你更进一步。多谢大哥。大哥，待你取了仙剑，能不能帮我找个长子，也断断吴起一臂？我这断臂之耻，实在是难忘。爷弟，为兄还能不帮你报仇不成？不过，只断他一臂，也未免太便宜他了。敢动我萧炎的亲人，那他也有取死之道。多谢大哥。沉寂3年，我终于要得到这道祖佩剑，有此先天至宝护道，日后我必将成就无上仙帝。哈哈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好。谁抢走了我的天玄剑？本就是无主之物，你怎么说是你的呢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夺我宝物？你不怕死吗？哥，他就是断我一臂的吴起，那个混蛋！你快帮我杀了他！吴起，我听说你才刚刚突破炼气吧？没错。那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抢我萧炎的宝物？就凭我的修为比你高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刚才还是炼气2层，为什么一眨眼就炼气8层了？怎么怀疑我的修为是假的呀？我明白了，你其实一直在隐藏修为，
你来青云宗也是为了天玄剑，但是你要明白，没人能抢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那你叫他一声，你问问，他答应吗？废话少说，世间宝物皆为强者所掌，你如今不过18岁，就算修为达到炼气8层又如何？你有时间修习术法吗？哪怕你手里现在拿的是先天至宝天玄剑又如何？没有数10年的历练，他绝无认你为主的可能。你拿着它，还不如拿着一根烧火棍。就算拿个烧火棍打你，也如打狗。打你也如打狗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都说了，打你啊，如同打狗。吴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。陈老，住我！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我都看见了。这是我活着的时候历经万般波涛创出的极品秘法——劈浪剑法。此剑法共7剑，一剑比一剑强。若能展出第7剑，哪怕你现在只是炼气7层，也能逆斩炼气8层。多谢陈老。吴起，洗干净脖子，准备受死吧！怎么，又觉得自己行了？这么快就想找死啊？多说无益，受死吧，吴起！劈浪剑法第1剑。我去，好像变强了呀！我去，好像变强了呀！还有更强的。劈浪剑法第2剑。吴起，受死吧！我哥才是最强的。受死吧，吴起！劈浪剑法第7剑。不好，这一剑我怕是接不住了。系统，救一救啊！检测到宿主面临强敌，修为无法继续提升，搜索到强力道具天玄剑，开始认主。我好像感觉我又行了。受死吧！怎么可能？天玄剑怎么可能认你为主？明明我才是他的主人！迷之自信啊！天玄剑本是宿命之剑，专为天命主角所用，但系统却强行逼迫其认我为主，果然厉害。吴起，我告诉你，天玄剑在你手中只是暂时的，等我养好伤，我一定会将它夺回来。等你养好伤？喂，我有说要放过你吗？我有说要放过你吗？陈老，救我！哥，你逃跑带着我呀！爷爹，我会回来帮你复仇的。果真不愧是天命主角啊！无论遇见怎样的危机，都能成功逃脱。但是要找我复仇，他有那个实力吗？爹，你饶了我吧！爹，你以后让我往多，我就不往西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为了活命，连爹都叫得出来，你作为一个修仙者，怎么能这么恬不知耻啊？是，我是恬不知耻，但是我想给爹做儿子的心是真的。我以后全心全意的给您做儿子，伺候您。平白无故多一个大儿，好像还不错。那是。唉，但是华贵太快，叫爹太早，证明啊，
你这个人城府极深，心思歹毒，此子断不可留。这里刚刚爆发了一场大战，战斗激烈，堪比筑基。不是筑基，应该是双方都动用了秘法，才使战力勉强提升到筑基等级。这里有具尸体。等等，这是萧衍，萧师弟。回声。是谁杀的你？吴起。什么？吴起？和你们战斗的人竟是吴起？是的。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有几个人？我和我哥来这里寻找天玄剑，结果被吴起截胡，没有打过他，还被吴起杀害。道祖机缘，天玄剑，若能为我青云宗所用，必能使我青云宗一跃成为顶尖宗门。可是，吴起不是已经将机缘拿到手了吗？杀害同门，谋财害命，罪不容诛。他不仅要将天玄剑交出来，还要受我青云宗刑罚。就这样，我去找大长老。这天玄剑果然精妙，其内部竟蕴藏着天玄老祖当年所创的天玄剑法。如果我能将这剑法悉数学会，往后就不怕没有护道之法了。就让我看看这天玄剑法到底有何玄妙。这里莫非是天玄剑的内部空间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天玄剑让我在这里修炼天玄剑法呀。那就来。天玄剑法大成矣。启哥，启哥，你醒了吗？启哥，你醒了吗？进来。启哥，该吃早饭了。这是我特地做的葱油面，你看看你喜欢吗？不错嘛，把你喊来青云宗，倒也有些许作用。难道我就这点作用吗？当然不止了。你想知道？当然想了，启哥。就是这样。吴起，你残害同门，丧心病狂，还不出来受死！吴起，你残害同门，丧心病狂，还不出来受死！吴起，你杀害同门，罪证确凿，还不跪下认罪！二长老，启哥他……你敢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王长老，在这里对一个婢女出手，会不会失了你二长老身份？二长老，此事还需查证。查证？萧衍的尸体就在后山，招魂术也问得明明白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昨夜子时你在后山洞窟，可敢否认？我在与不在，与你何干？二长老莫非亲眼看到我动手了？好你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，那你说说，你昨夜在何处啊？我在房间修炼。萧燕与他的兄长萧炎潜入我宗门秘处，夺我宗门至宝，在宝物的争夺中而死。二长老不去追究潜入我宗门夺取宝物的萧炎，在这里质问我是何道理？宗门至宝，宗门至宝。大长老，此事我正要向您汇报。根据萧衍的残魂供述，后山的洞窟中藏有道祖佩剑天玄剑，此等至宝
应当由我宗门所有。好一个归宗门所有！二长老，你这是要明抢啊？不错，此等至宝，岂是你一个弟子能够私藏的？交出天玄剑，将功补过，宗门或可对你从轻发落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！二长老想要明抢，那就来吧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休怪本长老行门规了。七哥，哎，想要天玄剑，可以拿你的命来换。冥顽不灵，今日就要让你见识见识筑基和炼气之间的天壤之别。大长老，二长老可是筑基3层，他收不住手怎么办？我们此次为的是天玄剑，可不是真的要害了吴起性命啊！闭嘴，看着。检测到敌人筑基3层，修为已提升至筑基4层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的修为……现在二长老还觉不觉得我跟你之间是天壤之别？筑基4层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之前竟然一直在隐藏实力。哼，你定是用了什么秘法，强行来提升的。今日看本长老破你虚妄！嘿，血煞千仞，给我死！雕虫小技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地阶上品仙术，这怎么可能？二长老，你就这点本事啊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啊！这一巴掌打你仗势欺人！哎呦，小畜生，我要把你这脚踢贪得无厌！住手！吴起，你剩下的巴掌教你如何做人！大长老救命啊！饶命啊！现在求饶，晚了！大长老救我！吴起，适可而止。王峰好歹是长老。大长老，今日若是我实力不济，倒在这里的人便是我。到时候你可会为我说一句适可而止？吴起，王峰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你就看在宗门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吧。那就给柳青一个面子，饶他一命。记住，我今天不杀你，并不是因为怕你，而是为了给宗门面子。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次教训，不然下一次断的可就不是头发了。吴起，你随我去趟青云殿。柳溪，带王峰去疗伤。好。七哥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我没事，有事的是他们。你可知先天至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麻烦，也意味着机遇。以你筑基4层的修为，守不住这份机缘。大长老这是让我交出天玄剑？交出天玄剑，不仅能免除你杀害同门的刑罚，还能获得我青云宗的竭力扶持。假以时日，未尝不能结金丹，成就金丹真君。若不交，那就休怪本长老以筑基7层的身份以大欺小了。大长老这是要强啊？是又如何？这修真界弱肉强食，道理你应该明白。好一个弱肉强食啊！那我们就手底下渐渐真章吧。不自量力！青云九转，尽照万物。检测到敌人筑基7层，修为已提升至筑基8层。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不可能，筑基8层，你竟然还隐藏了实力！大长老，还要继续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
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筑基8层，确实是我低估你了。现在我可有持有天玄剑的资格，诸位，谁还有异议？不敢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确实有资格持有天玄剑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走了。入门不足1个月，便从退凡直达筑基8层，这修真界怕是要变天了。大长老吐血了，莫不是被吴起打败了？参见宗主。方才之事，我已知悉。入门不足1月，自退凡直达筑基8层，身负道祖佩剑天玄剑，此子之机缘与实力，已非寻常门规所能约束。宗主，此桀骜不驯，残害同门，若纵容下去，恐生祸端呐！萧衍、萧炎两兄弟擅闯禁地，意图窃取本宗秘宝，死于争夺，咎由自取。王峰，你身为长老，贪图弟子机缘，出手打压，技不如人，反被教训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即日起，吴起晋升为我青云宗荣誉长老，地位与各殿长老平齐，见宗主可不拜，向长老供奉。荣誉长老。林长老在。天玄剑继任吴起为主，便是他的机缘。我青云宗当顺势而为，结此善缘。你可明白？心月明白。善。宗族事务依旧由各位长老自行商议，非生死存亡关头，勿扰我清修。是。大长老回来了，这身行头可真衬你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，有仙了。还叫呢？人都是你的了。确实啊，以后就是我的如烟了。哎。主人，酒备好了。这个侍女啊，就要有侍女的规矩。倒酒。哎呀，你就别逗灵儿妹妹了。哎呀，这赌约可是她亲口说的呀，自然是要履行的，是不是啊？萧侍女。是。尝尝这个，火候可是我精心控制的。怎么样？手艺先不说，这份心意啊，倒是难得。以后跟着我，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。有你在，真好。哎，这里没你事了，出去吧。出去。是。碍事的人走了。你真是不守规矩。在这里，我的规矩才是规矩。小吴起。啊，不对，现在该叫你吴长老了。昨夜可还尽兴呢？陈长老前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？当然不是。听说你把我徒弟耍得团团转，昨天晚上哭了一晚上。他跟你告状了呀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今天早上我看他眼睛红红的，
问他什么也不说。你这个冤家倒是怪会招惹姑娘。陈长老如果羡慕的话，也可以来当我侍女。没大没小，我可是……等一下，有客人来了，而且来者不善。奉天书阁之命，特来传达阁主法令。经天书阁推演，道祖佩剑天玄剑已现世，并认主青云宗弟子吴起。阁主有令，请吴起携天玄剑随我等前往天书阁一叙。什么？天书阁？那可是修真界最神秘的组织之一啊！据说有元婴坐镇，我们小小的青云宗怎么可能挡得住啊？若我说不呢？天书阁的邀请，还从未有人敢拒绝。阁下莫不是以为凭借着筑基8层的修为，就敢违抗阁主之令？跪下接旨，交出天玄剑，或许可饶恕你的冒犯之罪。我现在啊，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是什么修为啊？莫不是觉得知道我们的修为就可以打败我们，真是招人笑话。不过我等也不怕告诉你，我等皆是筑基10层，是只差一步就可以成为金丹道君的人，你怕了吗？筑基10层，不过土鸡瓦口罢了。检测到敌人是筑基10层，修为已提升至金丹1层。须知银光之火，岂能与皓月同辉？金丹？这不可能！情报明明说你是筑基。看来你们天书阁的情报也不准。即便你是结丹了，我天书阁的威严不容挑衅。结3彩锁灵阵。结3彩锁灵阵。小心，这是新古雷阵法。米粒之光，放光芒啊！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这么强！接我一指不死，也算你们几个有本事。现在，给我滚出青云宗！金丹1级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？走吧，回主殿，你出个章程来。天书阁向来是修真界最神秘的组织之一，向来不会插手各宗门的事务。此次突然发难，恐怕是为了天玄剑来的。道祖佩剑的诱惑，连元婴老怪都抵抗不了。某些人惹来的麻烦，却要我整个宗门来承担后果。二长老如果怕了，现在退出青云宗也来得及。你够了，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。吴长老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天书阁赶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能力。天书阁势力庞大，与中州各宗门都有联系。禀告各位长老，山门外来了3个人，自称是天机阁使者，说是要见吴长老。天机阁？怎么又来了个天机阁？天机阁与天书阁向来势同水火，现在天机阁也来了，说不定能借势。天机阁使者奉阁主之命前来拜会吴起先生。吴起道友，又是为了天玄剑而来。道友误会了，我天机阁和天书阁不同，我天机阁是来相助道友的。哦，天玄剑
乃道祖佩剑，其中蕴含天地大道。他天书阁想要强行夺取，而我天机阁只是想和道友结一个善缘。这是我天机阁的一点心意。此玉简记载了天玄剑的部分隐秘，希望对道友参悟剑道有所帮助。你们倒是大方。不仅如此，我天机阁愿与星云宗结盟，共同对抗天书阁。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你们可别告诉我，你们只是乐于助人。只需吴道友在适当之时助我天机阁一小忙即可。另外，据我们查探，天书阁已经联系了血煞宗、阴魁宗等魔道宗门，准备联手进攻青云宗。什么？血煞宗可有元婴道祖坐镇？正是。所以我天机阁愿与青云宗联手，共同应对。不好了！天书阁三长老带着大批杀手杀进来了！来得正好，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吴奇小辈，本座乃天书阁三大长老，金丹3层大能，识相的交出天玄剑，跪地求饶。金丹3层，很了不起吗？哼，好个不知死活的小儿！本座修行300载，凝结金丹之时，你祖爷爷还未出生。天玄剑此等至宝，岂是你这等小儿配拥有的？300载才修炼到金丹3层，就你这资质啊，也配染指我的天玄剑？放肆！本座念你修行不易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天玄剑，自废修为。可留你全尸，否则今日便踏平青云宗，一拳不留。吴长老小心，这是他的成名绝学幽冥掌。就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配口出狂言啊？怎么可能？300载的修为，就这点东西啊？怪不得天书阁尽是些德不配位的东西。小辈安敢辱我天书阁？本座最后警告你，若交不出天玄剑，今日必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待会儿将你抽魂炼魄，让你亲自看看青云宗上下因你而死。活了300年，还是这么愚蠢。呵呵，就凭你金丹1层的功力，也配与老夫动手？真是不知死活！哼，谁告诉你我是金丹1层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就凭你这金丹3层的废物，也配威胁我？也配染指天玄剑？你即便是金丹4层又如何？老夫修炼300年，底蕴岂是你能想象？现在跪下认错还来得及。活了300年，就这么点德行啊？不如我送你去重新投胎，下辈子重新学学做人啊！狂妄小辈，让你见识金丹3层大能的底蕴！哈哈哈哈！这3道厉鬼乃老夫100年祭炼，专是修饰神魂。就算你是金丹4层，也会饮恨当场。区区鬼怪也敢放肆！不可能！这厉鬼连金丹7层都能重创，还有什么手段？都使出来吧！这是你逼我的。去死！歪门邪道！等等，老夫愿拿出全部身家，求道友饶命。现在求我，晚了。
血煞宗和阴魁门恐怕很快就会到来。没关系啊，他们来多少，我杀多少。跑什么跑？遇到鬼了不成？你家三长老死哪儿去了？死了，他死了！三长老被吴起一剑斩杀，只剩我们逃了出来。放屁！你们三长老好歹也是金丹3层，怎么可能？那吴起根本不是金丹1层，他是金丹4层。我们亲眼看见他一剑刺破了三长老的本命法宝。金丹4层，哈哈哈哈！本座金丹9层，杀他如土狗。可他会变啊！我们确实他还是金丹1层，三长老确实他就变成了金丹3层，说不定等到你去时，他就变成金丹10层了。放你娘的屁！修行气势而泄，本座修行500年，还能怕那个毛头小子？大长老三思，那小子邪门的很，剑还没出就杀了三长老。他即便是金丹10层，本座血遁大法以真化境，只要不是元婴道祖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儿郎们，随本座去会会那个装神弄鬼的小子。是。血煞宗倾巢而出，看来这次是势在必得。这老怪物是金丹9层巅峰，这次麻烦了。吴起小辈，快跟本座滚出来！杀我盟友，毁我计划。今日定要抽你魂魄，炼你肉身，将你青云宗上下杀得鸡犬不留。聒噪！要打便打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好一个狂妄的小子！本座修行500载，已是金丹9层巅峰，杀你如碾死一只蚂蚁。今日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绝望！万魂血杀阵起！稳住阵法！在我面前也敢放肆！在！一指破我万魂，果然有点门道，但这只是开胃小菜。借我本命神通，血魔噬心，起！吴长老小心！检测到敌人金丹9层，修为已提升至金丹10层。金丹10层，大圆满之境。你之前果然隐藏着实力，现在知道晚了。碎！金丹10层，此子绝不能留，必须动用底牌。好一个金丹10层，是本座小瞧你了，但你以为这样你就能赢吗？以我精血奉请圣主，让我寿元万魔临世。不好，是血煞宗的禁术，他召唤了一丝域外天魔之力，现在力量已经接近元婴了。糟了，夏无期！吴起，你感受这元婴的力量吧！你能逼我出此招，你死也足以自傲。魔影，杀！接近元婴啊，可惜只是接近。天玄剑法第4式荡魔。
不，我的圣族魔影，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剑法？专斩邪魔的剑法。吴起，你不能杀我！血煞宗主是元婴大能，你若杀了我，他必亲至，他一定让青云宗夷为平地。这话，你留着下去跟阎王说。快，结万血洞空大阵，助我离开！他想跑，快拦住他！我说了，来都来了，就别走了。天玄剑法第5式，寂灭。寂灭剑意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修行了500多年，却走这等邪魔外道。今天我替天行道，你服不服气？成王败寇，何须多言？宗主自会给我报仇的。哎呀，传令下去，打扫战场。另外，今日之战况详细记录，通报全宗。怎么还在为认主之事耿耿于怀啊？既然到了我手里，总要物尽其用才行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妨打个赌，就赌你在我手里能否发挥出全部的威力。如果能，我便许你一个承诺；这如果不能，你便乖乖认命，如何？哟，看来你还是听得懂人话的嘛。好，很好。我这次倒要看看这天玄剑的奥妙。这些符文果然暗藏玄机。哇，分光化影，其中蕴含了3道剑气，暗合了天地人3道之才。若是将这3道剑气合二为一的话，去！我去，这一击的威力足以媲美金丹中期。不过天玄剑啊，你方才暗中卸掉了一道剑的威力，你以为我感觉不出来吗？既然你如此不配合的话，那我只能上点手段了。以我精血强行催动剑灵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抵挡！好，这一式镇魔，我倒要看看它的威力到底如何。去！好，有此剑在手，元婴又有何惧？如烟姐姐，主人还在进修吗？今日一战，怕是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。天书阁、血煞宗，麻烦总会自己找上门来。不过他就喜欢这样，不是吗？似乎是什么都拦不住他，他什么都不怕一样。他的确强得可怕，修炼速度简直不像正常人。我从未见过这般年纪达到如此境界的人。不过他今日独占血煞宗的样子，让我觉得什么？觉得他光彩夺目，让人移不开眼？还是觉得自己的心跳快了几分？不，我不是。妹妹啊，不管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原因留在他身边，最终我们都是留下来了，不是吗？如烟姐姐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。从我与他打赌，再成为他的侍女，再到今日，
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参见大人，敢问贵宗的大长老可曾归来？大长老，他不是前去青云宗，说要为你们天书阁的三长老讨回公道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吴起莫非把大长老也留下了？你们说什么？我们的大长老怎么样了？大人，我们原本打算去天书阁通风报信，但一想到大长老可能遭遇不测，特地赶来血煞宗。从昨日到现在，大长老一直杳无音信，恐怕……不可能！大长老乃是金丹9层修为，这是在青云宗山门外发现的。大长老的本命血玉怎么会？大人，请您节哀啊！吴起，传令下去，血煞宗全体备战。是。大人，您三思啊，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是啊，大人，那吴起实在是诡异啊！我们见他时，他还是金丹1层，等到三长老见他时，已经变成金丹4层了呀！大长老金丹9层巅峰前去，如今杳无音讯，恐怕那小子已经突破金丹10层了。难道要我忍下宗门长老被斩的仇怨？我血煞门将颜面何存？大人，若你亲自前去，那小子恐怕会突破元婴期啊！是啊，大人，那小子修为实在诡异啊，绝非正常修士啊！诡异那又如何？难道要我当缩头乌龟吗？大人，这不是退缩，是暂避锋芒。待阁主他暂避锋芒？我血煞宗立足修真界1000年，何时受过这等屈辱？大人，那吴起那小子实在是太恐怖了，我亲眼看见他一剑就……住口！本宗主修炼500年，什么诡异手段没有见过？可是这次不一样啊，大人，那吴起每次对上敌人就会强上一下，这绝非巧合呀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血煞宗的孩儿们将会如何看我？大人三思，待我阁阁主出关，届时你们2位元婴期大能出手。何其如此麻烦？放肆！你是何人？敢擅自闯我血煞宗大殿？我名萧炎。萧炎，你就是那个被吴起抢走天玄剑，如丧家之犬逃走的那个萧炎？暂时的退却，不过是为了今日的卷土重来。本座当是何方神圣？原来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，你一个筑基10层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？修为，可从不代表一切。哼，好个狂妄小辈！那吴起已是金丹10层，连斩我宗2位长老。你一个筑基修士，凭什么说何须麻烦？凭你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吗？秋平，我知道他最致命的软肋。软肋？一个在战斗中连续突破的怪物会有软肋？正是因为他突破太快，这就是他最大的软肋。修行之道讲究的是循序渐进，他吴起短短数月就从脱凡直达金丹，空有境界，却没有相应的心境和底蕴。那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若是再加上他最致命的牵挂，那个叫秦如烟的女子，还有他身边的势力，就是他最脆弱的命门。这好像有些道理。继续说。正面抗衡，着实艰难，但若攻其必救，挟其软肋，任他修为通天，也必定方寸大乱。届时，宗主以元婴修为暗中出手，何愁大仇不报？那天玄剑又何尝不能易主呢？得你一计，如获至宝啊！还差点火候，罢了，反正那冤家也尝不出好坏。灵儿妹妹，哎，去把月牙菇拿来。来了。
再磨蹭些，这汤都要干了。这刀工还真是独具匠心呐！我会练好的。罢了，凑合着用吧。练好做什么？难道你真准备给她当一辈子厨娘，当侍女？妹妹啊，咱们女人的本事可不止在厨房。哪来的阿杂东西？有杀气！如烟姐，小心！真是感人至深啊！吴起那厮倒是享尽了其人之福。哪来的野狗？报上你的名讳！老娘手下从不死无名之辈。速速离开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女人！听好了，我乃萧炎，吴起夺我机缘，害我至亲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便从他身边的人讨点利息。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被我家男人打得屁滚尿流的丧家之犬，自己没本事，倒学会欺软怕硬，拿女人撒气了。哼，真是丢了萧家这个字的脸。找死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快走，去找主人，这里有阵法屏障。走什么走？这畜生分明是冲我们来的。灵儿，保存体力，留着示警或者破阵。说得好，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哼！贱人，竟敢使诈！哼，都还没扎到你呢，怕什么？躲什么躲？你好歹尝尝我这亲自调配的毒，真是一个没品的家伙。嚣张是好事，找个厉害的男人也是你的本事。可你现在落到我的手里，猜猜他会不会来救你啊？姑娘们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有没有本长老的份儿？糟了，灵儿和如烟也危险。血煞宗损失了一位金丹9层大长老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天书阁虽已退去，但其底蕴深厚，更有阁主元婴道主坐镇。若他们联手对付我们青云宗，实乃滔天大祸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敢来啊，我就敢杀，杀到他们胆寒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欺凌我青云宗与天玄剑。吴长老，你的修为提升速度实在太过惊世骇俗。不过短短数月，从退凡直达金丹，我倒不是质疑你的天赋，只是这般速度，根基可还稳固？林长老的担忧啊，我理解，但大道万千，我只求一途，那便是战。他人需静坐苦修，体悟天地，而我只需要在与他人战斗中，便可扶摇直上，9重天。你能有如此坚定的道心，难怪能一路高歌猛进。是心月狭隘了，不好了，吴起，心月师姐出大事了。陈长老，何事如此惊慌？是如烟和灵儿，他们两个不见了。我方才去你居所寻他们，只见厨房一片狼藉，留有一股阴冷的残留余力波动，只怕是被人掳走了。谁干的？敢在我青云宗内掳人，好大的胆子！宗主，幸不辱命。吴起最在意的2个女人，在下带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萧炎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这才一夜功夫就把这2个美人带过来了。瞧瞧这细皮嫩肉的，
吴起那小子倒是会享受，身边竟是这种角色。宗主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商讨，如何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吴起自投罗网啊！你们休想得逞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被你们用来威胁我家男人的。秦大小姐，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啊！这树灵所可是专门对付你们这些所谓的贞洁烈女的。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死了多可惜啊！等我收拾了吴起啊，我再好好疼爱你。这个小辣椒也不错。听说你是陈燕的徒弟，那骚货教出来的徒弟啊，想必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宗主若是喜欢，待我们灭了吴起，这2个美人就都送给宗主享用。你小子倒是会来事儿啊！能为宗主效劳是在下的荣幸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还得利用他们，把吴起引出来才行。你说的对，不过在此之前呢，本座要先验验货，万一那吴起看中的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色。宗主英明，要不属下先帮你验验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也想分一杯羹？不敢，属下只是想帮您分忧而已。不急，等收拾了吴起啊，本座当着他的面儿好好疼爱他的女人。听说你和吴起青梅竹马，不知道他看到你在我身下承欢的样子会是什么表情啊？宗主高明啊，到时候定要让那吴起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等到时候本座玩腻了，就把这2个小美人啊送给我的手下，让吴起看看他心爱的女人啊变成人尽可夫的玩物。宗主圣明，到时候看谁还敢与血煞宗为敌。这个小辣椒呀，倒是挺合本座胃口。等拿下了吴起呀，本座第一个享用你。怎么不愿意？到时候啊，可由不得你。能得到宗主的垂青，是他们的福分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道理。干得好！等事成之后啊，本座不会亏待你。血煞老鬼，给你爷爷我滚出来！吴起，你杀我大长老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本座还没有上门找你清算，你竟然还敢送上门来！少废话，交出如烟和灵儿。秦如烟、萧灵儿，本座不知你在胡言乱语什么。你的人不见了，与我血煞宗何干？莫不是你想凭空污蔑，在秦战端？不承认，在这沧州，与我吴起有血海深仇，且行事风格卑鄙下作。除了你这血煞宗，就还有天书阁，不找你又找谁？狂妄！无凭无据就敢打上我山门！吴起，你真当我血煞宗是可以任你拿你的软柿子吗？不承认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踏平你的血煞宗。我亲自进去找，如果还找不到，哪怕杀尽天下魔门，掀翻整个修真界，我要把他们找出来。信还是不信？好一个杀尽天下人！吴起，你果然狂妄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此刻他们2人的确在本座的宗门之内。萧炎，把他们俩带过来，好好让吴起瞧瞧。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，萧炎。吴起，你没想到吧？你夺我天玄剑，杀我亲弟萧衍之事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此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就轮到我
向你讨这笔血债。七哥，你不要管我们，你快走！他们这是故意引你过来，他们有埋伏。主人，你别上当，你快走！他们就是拿我们威胁你，我们死了不要紧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舒烟，灵儿，吴长老，本座劝你冷静点，你再敢轻举妄动，这2个美人儿可就要香消玉殒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哈哈，这才对嘛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本座要的很简单，我要你手中的天玄剑。不行，不能给他，这可是道祖佩剑，绝对不能落入这种邪魔之手。主人，你别听他的，没了天玄剑，我们更无生机。好，我给你。哈哈哈哈！先天灵宝终于是本座的了。血煞宗主，你看到了吗？灵剑有灵，自责其主。我萧炎才是这天玄剑的命定之主。天道在我，天命在我。黄口小儿，你放屁！天玄剑是我的，拿来！我呸！你这浑身死气的枯朽老鬼，也配觊觎道祖佩剑？此等圣物，何该为我这天道认定之人所掌？想从我手中夺剑，做梦！小畜生，你竟敢戏耍本座！本座先宰了你！老匹夫，真当我怕你不成？天玄剑术，分光化影。啊！小子，你敢！就凭你们，也配碰我的剑？好一个分光化影，好一个声东击西！吴起，我今日定要将你抽魂炼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吴起，我剑之辱，戏耍之恨，我必要让你百倍偿还！想要我的命，还想要我的剑，那就废话少说，别光说不练。两位，一起上吧！黄口小儿，你诡计多端，剑法精妙，说到底不过是金丹罢了。金丹与元婴乃是云泥之别，你竟敢真以为能与本座抗衡？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，想死！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吴起，看到了吗？我萧炎也踏入金丹了，虽然只有金丹1层。配上我师父传授我的燃血战法，短时间内我照样可以拥有金丹10层的战力。血煞宗主，你我合力，今日必能将此聊斩于马下。天玄剑终将是我们的。金丹10层，元婴4层，不过也是土鸡瓦狗、插标卖首之辈，有何惧之？检测敌人元婴4层，修为已提升至元婴5层。不可能！元婴5层，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？你怎么又突破了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老鬼啊，刚才不是你在叫嚣，说要将我抽魂炼魄吗？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可还敢？元婴5层又如何？本座修行500载，还会怕你一个靠秘术提升的毛头小子？血海无涯！500载修为，就这点实力，也配在我面前犬吠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邪功？不喜，休要猖狂！佛怒火莲，此招曾让我在筑基逆发金丹，如今我金丹自然也可逆发元婴。今日必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区区萤火，
敢与皓月争辉？怎么可能？哼，跳梁小丑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今日，我便送你上路。不，我萧炎乃天命之子，绝不会死在你的剑下，绝不可能。天命，我若愿意，你是所谓的天命；我若不愿，就算天道来了也没用。不，陈老，救我，陈老！哎，师傅，你终于出来救我了。师傅，我受了这吴起多少欺辱，快把徒儿杀了他！在下天书阁阁主陈轩，见过吴道友。天书阁阁主，你是天书阁阁主？你不是已经死了，只剩魂魄了吗？我从未死过，只是暂居在你的戒指里，助你完成天命罢了。天命？我竟真的是天命之人！话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，就该去死了。吴道友，剑下留人，还请住手。给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。萧炎乃天命所归之人，身负天道赋予的重任，关乎此界气运流转，他杀不得。吴起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乃天命之人，你杀不了我。天道赋予的任务，哼，关我屁事。他动了我的人，已有取死之道。别说天命，就算天道来了，敢挡我的路，我一样杀之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松口，执意要逆天而行了？逆天而行，我走我的路，何须看天脸色？老家伙，你若执意挡我，便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好一个狂徒！老夫陈轩，8岁筑基，10岁金丹，18岁元婴，迄今修行3000载，历经王朝更替，看惯星辰幻灭，修为虽不敢言通天彻地，却也自问已真此界绝巅。就凭你元婴5层修为，也敢在老夫元婴10层面前妄言生死，简直是匹夫撼树，不自量力。元婴5层吗？那你再看看。检测敌人元婴10层，修为已提升至元婴期巅峰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忽然突破至此？不是说你强，我比你更强吗？为什么这次系统没能给我提升到更高修为，而是让我和陈老的修为保持一致？原来如此，难怪如此嚣张。你竟身怀修为永远比别人强的逆天秘法，只是可惜，此界修为最高也只是元婴10层巅峰。你的秘法再怎么逆天，也无法帮你突破化神。那又如何？照样杀你如土狗！天大的笑话！我3000载底蕴，也岂是你黄口小儿能比拟？给老夫死来！天玄剑法，地骑士，破虚！不可能！这是触及本源规则的介意。3000年的修为，如果你就这点本事，若真如此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很好，吴起，你彻底激怒老夫了。接下来得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3000年底蕴。周天
天星斗，听我号令，震！来得正好，天玄剑法第8式，斩星呀！星辰流转，生生不息，给我镇压！老东西，你以为我就这点实力吗？以我精血，祭我剑道！不可能！你竟然破了我的周天星斗大阵！还有什么伎俩，都使出来吧！既如此，便让你见识一下参悟千年所创的绝招——星辰寂灭指！师傅，救命！检测到宿主即将面临致命危险，修为无法提升，不与禁忌神通混沌归元。老东西，你以为只有你会禁忌神通啊？此乃我自创的禁忌神通——混沌归元。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你怎能破解我的星辰寂灭指？老东西啊，手段都用尽了吧？接下来该我了。天玄剑法第9式，弑天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天书阁阁主，我若死了，这修真界必定大乱。修真界大乱，关我屁事！既然选择与我为敌，就要有赴死的觉悟。3000载的修为，怎么能死在这里？我竟然！3000年的修为消散殆尽，这就是与我为敌的下场。该轮到你了。不要杀我！我错了，我愿做你的奴仆。现在求饶，晚了。我不想死。现在求饶，晚了。有趣，真是有趣啊！我现在该叫你萧炎呢，还是该叫你天道？什么？天道？萧炎就是天道化身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是萧炎，也是天道。异界者，你的灵魂烙印并不属于此方世界，你的存在本就是悖逆，你扰乱命数，吐露天命，此界容你不得，我将驱逐于你。想驱逐我？好大的口气啊！就凭你这傀儡意志，还是附在这傀儡身上的天道权柄？驱逐我？哼，那就让我看看，是你这天道强，还是我吴起更强？悖逆者，当受天罚。不！天道尊上，饶命！我是你最忠实的仆人，不要杀我！啊！强行吞噬血煞宗主和陈轩，增强自己的实力到化神境，这手段确实狠辣。异界者，感受天罚吧。不好，躲不开，会死！系统救我！检测到敌人化神初期，修为已提升至化神中期。不可能！此界法则为何无法束缚于你？你的力量到底来自于何方？我的力量来自于何方，你没资格知道。老话说得好，天若亡我，我便逆天。
今天我就破了你这化身，看看你这所谓的天道能奈我何！天玄剑法，最终式开天！无极天意，万法不侵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是世界法则，不可能被破开。因为我的天玄中式斩的就是规则，开的也是新天。你所谓的世界规则，在我这儿不过就是待展开的新混沌。七哥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哭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我们了。主人，别想跑，你也是我的女人。那这是南疆刚进贡过来的猪果，尝尝，看符不符合你这位大长老的挑剔口味。味道一般，但你亲手喂的，倒还是有几分滋味。得行，姐妹们都看着呢。哎，灵儿，别打扫了，都打扫一天了，这屋里的地板都让你扫光了。主人吩咐过，侍女也有侍女的样子。赌约早就过了，现在你呀，就是我的宠物。行了，别瞎忙了，来。哟，吴长老艳福不浅呀，左拥右抱，真是羡煞旁人呀。陈长老若是羡慕，可以加入进来啊。讨厌，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欺负我们家灵儿。欺负？我疼的还来不及啊！师父，吴长老，宗门事务已按您吩咐安排妥当，新晋弟子选拔3日后开始。如今四海皆平，各方势力以我青云宗为尊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哪有什么长老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不是吴长老，我呀只是你们的吴起。新晋弟子的选拔，记得挑几个好看的，其他的琐事就由你们决定吧。唉，回想当初啊，我只是一个灵根被废的少年，若不是你们相伴，我岂能走到今日？虽然有的人让我受尽磨难，却能让我受益良多。因为遇见了你们，才是我吴起人生中最大的机缘。因为遇见了你们，才是我吴起人生中最大的机缘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跟着你的。我也是。小混蛋，算你会说甜言蜜语，不过我爱听。宗门安泰道友同心，却是幸事。你打破了既定的命数，带来了新的可能。能与你这逆天之人同行，见证未知的未来，是心月之幸事。旧天已破，新序有我。无论什么样的规则，从今往后，这青云之巅便是我们的家。无论什么宿命，什么天道，都阻止不了我们追寻自己的大道。长路漫漫，仙路迢迢，你们可愿与我一路同行？生死相随，永不相负。这辈子算是栽你这小冤家手里了。携手同行，共攀大道。得此贤妻，夫复何求啊！哎，